大家好啊，我是于超。今天稍微晚了将近5分钟，抱歉，因为我的那个电池出问题了，有一个电池不知道为什么耗尽了，赶紧换另外一个电池。现在这个电池也只有50%的那个电量了，所以我尽可能的简短截说，就是可能我的那个 Twitter 吧，又有不少人关切。然后呢，很多人呢就是跟我谈我应该说什么，然后让我说出来一些他们想听的。就是我在我的这个旧的频道里边已经在多次回答过这个问题了。那么就是你想听的，我要不要告诉你？比如说他们说你拿出那个就是证据或者什么的，因为问的人比较多了，然后呢，我也想专门就此做一期节目。这个节目的名字就叫《情报与行动》。情报与行动，这个很多人在网上要我说，于超，你有什么证据？你得拿出来，你得什么这个让我们信服啊，等等等等的。就从本质上讲，你向我要的是一些信息，而人为什么会得到信息呢？这个信息的本质是它是干嘛用的？这个信息的本质，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讲啊，信息或者是情报啊 ，intelligence 这个其本质在于行动，就是你拿了这个信息以后，你要去做什么。然后呢，人们就是看这个谍报电影啊，或者看什么 CIA 的这些电影啊，基本都是反正就是一群那个非常聪明、非常厉害的人，从某些地方获得了一些情报，然后我们基于这些情报呢，采取了那些敌人吧，他想象不到的那个行动。很多电影是这么拍的。实际上呢，这个电影只说了一部分，就是情报和行动这两个东西啊，是在电影中经常看的是先有情报后有行动。但实际上在真正的人生中呢，很多时候是你先有行动啊，才有情报。就是情报之所以会到你这儿呢，是因为你采取了一些行动，然后那个情报才会到你这儿。所以呢，就从这点上来讲啊，情报和行动其实就是非常紧密的这个连接。情报既导致了你基于情报的行动，而那个情报呢，又是你某些行动带来的。在我在做这个整个这些事儿的过程中啊，有不少人给我建议说，于超啊，你应该不应该这么大张旗鼓的在这个你的那个节目里说关于神韵的事儿，你呢应该就是一声不出，让对方完全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然后呢你渗透到那个就是法轮功内部，逐渐渗透到高层，你要发现他们高层这个人和人之间呢，他们就是有什么矛盾，你利用这些矛盾呢，就是发现他们的派别，甚至促进形成一些派别。你在这些派别的这个斗争和那个矛盾的过程中呢，你去获取情报什么的，说了一大堆，跟我说了这个。然后呢，我就在我眼里看来，这样的说法其实是可以说完全是闭门造车，完全不知道这个现实世界是什么样子。也许你看过几部电影吧，也许你看过一些那个什么 CIA 间谍写的自传吧，然后你就以为是那样的，其实不是，他们都告诉你了，是一整件事的一些侧面。他们只谈那些侧面的时候，你以为这个源头就是什么，你就能什么进入派别，你就能了解，完全不是这样的。在我看来，情报完全是行动带来的，因为当你以行动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那些有情报的人呢，他就会接近你，就会愿意把情报告诉你。很多人认为呢，这个是我去找神韵演员联系的。我看到坊间甚至包括这个大纪元呢，他那个刊登的那篇反驳《纽约时报》的长文，它上面是不是也表达过这个意思？就意思是我去接触这些神韵演员，然后呢，这些神韵演员呢就告诉我一些事情。他们正好说反了，就是这种错觉啊，
在所有的人的脑子里，我看，因为只要是你没有行动过，你都会有这种错觉。我在这儿再问一下，现在在我这儿这个观众，你们觉得我这个声音行吗？声音能不能给我发个信息，告诉我一下我这声音？有人发信息告诉我这个声音吗？那个，那我就先接着说，等一会儿啊。好，就是声音还行。实际上，真实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真实发生的事情就是从一开始就是神韵演员主动找我。那么他们主动找我，就说于超，我是神韵演员，甚至呢拿出他们是神韵演员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是神韵演员，生怕我不知道他们真的是神韵演员。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呢来告诉我自己的事情。就一直到现在，到了现在呢，这个找我的神韵演员啊，不是少了，而是越来越多了。不仅是神韵演员来找我，而且是就是法轮功内部的那些人呐，也来找我谈，甚至包括那些就是表面上还积极参加法轮功的这些活动，还很积极，还很那个，就跟着神韵那些事儿跑的那些人，他背后也来找我说。那为什么这个现实和你说的这个就是那个人给我的建议，就是说你那个要就是一声不出去搜集，我就告诉这些人，我告诉他们一些非常关键的事情。现在我也想在这节目中说一说。那个想在这个节目中说一说，就是实际上是一些非常关键的那个我的心得，就是说你的这个人家为什么会找你啊？就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做了不少节目，这个节目中呢，我谈了自己这个生命的成长，谈了就是对于法轮功这个修炼中一些道理的如何实践，谈了其实很多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就使得那些神韵演员知道，就是我呀，是他们有生以来见到的唯一一个能就是听懂他们话，而且呢，基于这个法轮功的道理修炼呢，是有自己的一些心得，然后呢，也有自己的一些疑惑，而这些疑惑和他们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他们信任我，他们知道我能听懂，他们来找我。几乎所有的这些这个神韵演员呢，他们这个跟我讲的时候，都说于超，你是就是我这一生中唯一一个第一个能听懂我或者我们说什么的人。这是几乎所有的神韵演员都跟我说这个话。那么好了，那这个情报是从哪儿来的呢？情报不是我搜集来的，尽管他们跟我说的时候，我做了搜集这个动作，情报不是我搜集来的。情报是用我过去的整个的人生，用生命啊换来的。其实是你用你的生命真正的去活，真正的去死。其实我以前做过一期节目，就是人生不是两张皮，就是你要真正的去活，真正的去死，就是这个道理啊。我在刚出狱的时候，就跟我儿子那个跟我儿子这个跟我当时还在世的爸爸都说过。就是这个道理。当时我爸就是跟我说呢，就是说于超我快死了。我说爸我也快死了，那时候我40岁。我爸说你怎么快死了？我说爸你都不知道吗？我说人刚生出来就快死了。然后呢，我跟我儿子谈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跟他讲，我说这个死亡啊，它并不是一个点，好像你现在是活着，然后我接近这个死亡 ，approach 这个死亡，不是这样的，是。我说这个死亡其实是一个过程，就打比方说这个人得病了，得了一种病，医生告诉他说你还有6个月的活的时间，那这个6个月你就是一个死亡的过程，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吧？那我其实我就跟我儿子讲，我说何必等到你患了绝症以后，医生告诉你6个月以后会死呢？你刚生下来我就可以告诉你
100年之内你会死。实际上你死亡的过程从你刚生下来的时候已经开始了。所以我说，就是你在世上走一遭，你既可以说它是生的过程，你也可以说它是死的过程，是这样吧？所以生死它是两面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就是我教给我儿子呀，就我以前的节目多次谈到过这个问题。你如何高质量的死？你愿意为什么而死？你需要去找到这个你愿意为什么而死，然后你去放手的去为这个事儿，你就纵身的跳入这个事儿中，你去死，然后你就会收获一个高质量的生，同时你也收获了一个高质量的死，其实是。所以因为生死都是两面的，所以我就是看到很多人就是说那个我该怎么过人生。我在十几年前写的那个，就是给我儿子说的话，以及我当时的目的是给我们那个法轮功同修的孩子写的那个，就是教育心得嘛。后来变成文昭那个网站上的一些文章，我把10篇教育心得缩成5篇给文昭那儿的投稿。现在文昭呢，为了向这个主佛表达这个忠诚，全给我删掉了。但是我在我的那个自己的网站上又给它贴出来了，因为你文章删了，我就可以在自己的网站上贴出来了，我是这么想的。然后呢，那个就是我在那个文章里说的就是当年我曾经和我儿子的说过的话，就是你不是想考虑我该怎么活吗？那你就先考虑你愿意为什么而死，你愿不愿意为这件事而死？经常你在你年轻的时候你找不到一件事你愿意为之而死，那你就是尽可能的就是避开那些风险。当你发现你愿意为一件事而死的时候，你一定不要避开风险，你要迎着风险上，前提是你知道你愿意为它而死。就是比如我现在吧，我愿意为了我说出真话而死，宁可我被宇宙主佛构陷做监狱，宁可我在美国就是背着好几条，每条都能判我1年半到10年的这个罪啊，我去面对这个司法上的这个处罚。那这时候我愿意为之而死，那么这个什么风险我都会迎着上了。那其他的时候你就避开，这样的话你既能够让你选择这个风险，又能够让你过出一个比较高质量的人生。这个是我以前跟我儿子说的，我也写在我那个就是谈教育的那几篇文章里边了。那我说到这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在我的节目里实际上啊奉献出来的呢是自己的生命，其实是，所以我的情报不是搜集来的，我的情报是用我的命啊换来的，而且是也许是比很多就是只是为了物质上的那些人活的那个生命更高质量的生命，我无偿的放到我的频道里边谈出这些事儿来，然后我用这个换来的那个情报，所以情报都是换来的。那么所以呢，就是我就是说呢，就是说我能得到这么多那个就是这个神韵演员主动的和我联系，主动的谈他的人生故事啊，是我用我的命换来了他的这个生命的重新的繁茂，其实是这样的。情报嘛，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非常非常副产品的东西。很多人说，就是神韵演员呢，就是说于超，我要那个早点那个遇到你就好了。他说于超，我要早点遇到你就好了。那个就是说呢，我用我的生命去唤醒了他曾经受伤的这个生命，而且我希望呢，就是说他们就是因此就有了一个比较好的起步的一个点，使得呢他们能从过去受的伤害之中啊，获得他自己的那份珍贵的独特的这个人生心得，然后呢他呢就能够像我在我以前节目青春期叛逆的那个系列中说的，就是你生产出呢你此前你父母从来都没有给过你的，就那些东西，那个从来都没有给过你的那些东西，所以呢你也能就是做到这个像我一样，就是这个用你的生命去令他人繁茂了，我就觉得是。
然后呢，所以呢，就是说，我就跟大家谈了我的这个情报的来源是什么。所以就是说，在很多人想象中，就是坐在自己计算机前面盯着屏幕的想象中啊，你认为那个情报是怎么来的，和情报实际的来的这个方法，至少在我这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并不是 CIA， 我也不是什么 FBI， 我也不是间谍机构，我也不是特务，我就是用我的命换来更多生命的这个繁茂。实际上我也繁茂了，其实虽然我面临了很大风险，但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光彩，就是一种繁茂。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你从我这个节目中所看到的这些谈话话题，这些事情，它根本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根本的本质是生命的繁茂，生命的繁茂。那么就是推特上面很多人说，哎，于超你要拿出证据，你要拿出证据。说你这拿不出证据不行。我就想问他们一个问题，不是想问，我已经在我的节目里我在我的节目里多次问过，我在我的推特上面也问过他们，就是说，假如说你能听到我要告诉你的这个更全面的这个信息，你能采取什么行动吗？注意啊，我是先采取行动，然后才得到了这些信息，是这样吧？现在我已经给你降了一级了。我先给你信息，然后问你能基于这些信息，假如说我说的都是真的，假如说我给你更加骇人听闻的那些故事，你要采取什么行动啊？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他们采取不了什么行动。你采取不了什么行动，你还管我要这个东西？就是你拿什么跟我换这个情报？你拿什么跟我换？你有什么可拿得出手的吗？答案是你什么都拿不出手。你什么都拿不出手，你还能开这个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你从来都没有思考过，你从生下来到现在，你获得的这些信息到底值钱不值钱？你知道吗？真正值钱的东西是你拿命换来的。你坐在计算机前面，成天翻那些大 V 的那什么，一会儿跟你说时政，一会儿跟你说巴以冲突，一会儿又跟你说什么那个美国什么放水吧，一会儿又跟你说那个中国国内怎么样，中南海怎么样吧。你以为你了解天下大事了？他们跟你说的那些好多呀，有可能就是4亿那个级别的，中国死了4亿人，仅仅是4亿那个事儿呢，你听着觉得不太对头，所以你不太高兴。其他的那些基本是同级别的那些假情报、低质量的情报呢，其实你是吞食的那个很高兴的，你知道吗？所以就是说，你误以为自己已经了解天下大事了，你误以为自己就是能够张口就说你把这东西给我，你什么都没有，那怎么给你啊？你想去早餐店买早餐，你不掏钱，人家凭什么给你早餐呢？你进去说给我早餐，那台湾有句话叫奥客，奥啊就是奥妙的奥，客是客人的客，奥客是什么意思呢？我理解基本上就是说，他去一个商店，要求他那些比他付出的比他所付出的那点很少的东西要多得多的服务，这种人叫奥客，你知道吧？所以你在人生中，如果你要是就是当一个奥客的话呀，我个人觉得这不会是一个高质量的人生，而且你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烦恼。其实是，如果你现在你没有感到烦恼，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已经被骗了很长时间了，你自己感觉还不错，你被那些什么大 V 吧，什么大儒吧骗了很久了，你还以为自己好像有所得。那么这个呢，就是说这个情报和行动，而你真正采取行动的时候，你又要基于你所获得的那些高质量的情报，所以呢，情报驱动行动，行动又使你获得这个情报。总的来说呢，你就要用真心活出一个高质量的生命，然后什么情报啊、行动啊什么的，那个只是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什么呢？一些就是第3层、第4层的东西，我是这么想的。这就是我今天的这个节目。对，有的人还说，就是说你说的这些东西没有重点，说于超你说的这些东西没有重点。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有你想听的，我呢有我想说的。
当我想说的这些东西不是你想听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我没有重点，这个我是能明白的。但是呢，就是我从做的第一期节目2019年吧，到现在也都5年了，一直到现在就做了加起来400多期节目了哈。尽管我这标号是381，但是还有其他一些没有标号的，就是400多期节目了，我从来都没有考虑过你想听什么，以后我也不会考虑，以后我也不会考虑。那个就是我只会说我想听的东西，我只会说我想说的东西，我只会说我想说的东西。那个就是，然后你对我的这个节目如果不想听，你就这么多节目呢，不是还有张天亮吗？不是还有文昭吗？他们的那个好上百万的，你也可以成为那上百万之一嘛？我觉得，那个你可以去听他们的。我是只谈我想谈的，而绝对不会考虑你想听什么，绝对不会考虑的。来到我这儿，你要明白这么一点。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节目其实受众其实挺多的，就是，然后有的人就是跟我讲啊，说那个，说你应该说这个，你应该说那个。我是这么想，就是说我说一个东西的时候，有可能是针对其他受众。就比如说有人说你不用说那个你师傅喝可乐呀，什么吃烤肉，他说那个不是什么大事儿。对于你来说肯定不是什么大事儿，对于普通人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对于那些在30年之中学习师傅经文，说口断执着，那个就是食而不畏，口断执着，坐而不求，长居道中，就把这个都背下来的这些这个大法弟子们呢，这个就是个很大的事情了。这个牵扯到那个一个灵性上的一个欺骗的问题，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些人来说，包括对我于超本人来说，也是很大的事情。所以呢，你认为不重要的事情，你不需要来跟我说，因为我不关心你认为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不重要，我只关心我认为什么事情重要，你知道吗？所以就是我想一开始就把这些事情就全都给说清楚了。那么今天我就是从那个情报和那个行动这个来谈。高质量的行动，高质量的人生就会给你带来高质量的情报。情报呢，比较高级的这个收集方式，根本就不是你去收集，而是有这些情报的这个人主动的来告诉你，主动来给你谈。在整个这个事儿的过程中，都是别人主动来跟我谈，而不是我去找人家说你告诉我这个事儿吧，你告诉我那个事儿吧，不是这样的。我也不是开报馆的，我也不是开新闻台的，我不需要去找这些事情，是他们觉得我是他们生命中那些能听懂他们心声的人，所以他们来找我。那今天我的节目就先做到这儿，看看大家有什么那个问题没有？那要没有什么问题，我就先谈到这儿，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见。